欢迎你来到立位教会，欢迎来到我们当中。今天是父亲节，祝福线上的和在座的每位父亲节日快乐。我们给我们在座的父亲最热烈的掌声。好，如果你知道他已经是父亲了，请你来对说你是最成功的。因为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、最大的荣耀，不是工作的成功，不是名声的成功，更不是地位的成功，而是他成为了父亲，他给出了生命，他是一个家庭的源头。所以最高的荣耀在于一个男人身上，就是他成为了父亲。所以今天你无论看到什么事情，你只要看到他已经成为父亲，他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。好，再说一次，我是成功的男人。当然，今天我们要对我们天上的爸爸说，天父爸爸，谢谢你。我们自己也做父亲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天上还有一位父亲。今天我们要过天上的那个父亲节，所以我们要从心里也要对他说，天父爸爸，谢谢你。请说一次，天父爸爸，谢谢你。好，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分享我们的系列信息，名字叫不再前有所闻，前途无量。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天父啊，我的财务需要再一次开天窗。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做天父啊，我的财务需要再一次开天窗。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次分享了，也是我们最后一讲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系列可以帮助大家领受属天的昌盛，因为领受属天的昌盛是神一个宝贵的应许。神要你承受财务昌盛的应许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但是财务昌盛的应许是有条件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恩典跟应许是不同的。请说不同。因为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，不需要你付上任何代价的，就是白白给你，就是我要爱你，就是我要恩宠你，就是我要恩待你，就是我要给你，没有任何的要求，就是免费的无价的恩典的给予。但是应许是不同的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应许是有条件的，应许是要彼此达到约定，满足要求，你才可以领受得到，你可以得到的。应许是需要你付上代价的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说，如果你在上海给我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，再给我买一辆20万左右的车子，我就会嫁给你，这个叫做应许。当你什么时候可以为你女朋友买一套100平的房子，20万左右的车子，她就会完成这个约定，我就会嫁给你，这个叫做应许。请说应许。因此你发现应许是需要付上代价的，是要达到约定的满足要求才会实现的。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应许，关于家庭的应许，关于婚姻的应许，关于你财务兴盛的应许，关于你产业，关于你的健康，关于你人际关系，关于你得医治的应许。这些应许只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或者满足应许的约定就可以达成。这个观念非常重要。应许不是白白的，应许是要我们彼此达到约定，请说达到约定。如果今天你要想看到你的财务昌盛、财务丰盛、财务被神祝福，你要按照圣经的约定、圣经的原则、神的法则达到与神立的约，你就可以从神领受更丰盛的财务的兴盛，你就领受到上帝借着应许所给你的祝福。请说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，以弗所书的2章12节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。当我们读以上的圣经，我们发现我们本来跟上帝所祝福的以色列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家是无关的，我们是局外人，我们是外国人，我们跟这些国民、跟这些国家是无份的，跟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我们都知道，
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上帝所拣选的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然后透过亚伯拉罕成了一个家族，然后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民族，从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，就是你现在所知道的以色列这个国家。那上帝跟这个国家、跟这个民族、跟这群人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，一个特别的约，也跟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应许。所以以色列常常会很骄傲的说，唯有我们是属神的国民，唯有我们是不被列在万民当中，唯有我们是可以敬畏这个神的，唯有这个神是我们神，唯有我们是有神的人。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呢有一个特别的约，有一个特别的应许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上帝跟他们立约，直到今天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这个世界上有犹太人存在，这个世界上有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他们就是上帝的见证。这是一件很奇妙、很奥秘的事情，这是一件你不能不承认，甚至你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。上帝跟这个民族立定了一个特别的约，特别的应许，有一个特别的关系。也因着这样，在各式各样的战乱流离失所当中，犹太人并没有从这个地球上消失，是因为那个应许，是因为那个约，是因为神跟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关系。就是在二战之后，他们竟然成为了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就叫做以色列这个国家。他们并且在联合国还有一定的地位，有一席之地。其实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圣经是正确的，证明了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证明了神跟人立的约，神说了就一定会算话的，神说了就一定会成就的。你没有办法否认神掌管着历史。有人说历史就是神跟人的故事，所以神跟这个民族跟这个国家的应许，而且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故事，有一个特殊的关系。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最奥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本来跟以色列跟神所祝福的这个民族是没有关系的，我们是局外人。但是这里说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注意，其实接下来我会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，这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带在我们生命里面重大的一个祝福。以弗所书的3章5节说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再说一次，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再说一次，同蒙应许。其实上帝已经借着众使徒和很多的先知，在不断的告诉以色列一件事情，说有一天外邦人会和以色列人一模一样承受上帝的祝福，会和以色列人一样被上帝祝福，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。什么叫同为后嗣？就是在身份上面成为产业的继承人，你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。什么叫同为一体？就是我们跟以色列人同为一体了，不再分门别类了，我们是同为基督的身体，代表你得到了一切应许的供应，你得到了一切的供应。最后一个要同蒙应许，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有一个应许，你得到一切产业。神对以色列有什么样应许，你同样今天也可以领受到什么应许。神在圣经上记着给以色列什么样的祝福，给以色列什么样的祝福，给以色列什么恩典。今天你在耶稣基督同样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，这叫同蒙应许。阿们。今天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也拥有了同样的身份，同样的供应，同样的产业。你知道牧师从小是在教会长大，在我祭祀的时候，我都已经站在农村的那个桌子上，在那里唱歌哈。所以我从小也有接触到圣经，也有读圣经。知道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读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些人物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好想像他们一样。
跟神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有一个特别的故事，我好羡慕他。像约瑟也不错，虽然受了苦也能做宰相。像大卫也可以，这个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后来大卫能成为王，虽然流离失所，最终是做了王位，经历了极大的祝福。如果顺着历史下来，就算我像彼得也行，像保罗也可以。如果当我能成为圣经上一个人物，我觉得我一定是很过瘾的，觉得跟神之间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觉得很神圣、很荣耀、很精彩，因为神大大的与人同在。我以前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但后来我才知道，圣经上记载的每一个人物的真实的意义，圣经记载每一个人物其实就是你，就是我。阿们吗？其实圣经记载的那些人物的故事，无论亚伯拉罕，无论大卫，无论这些人，其实记载的那些人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你，也就是我。因为神怎样与他们同在，与他们发生了故事，神今天也照样与你同在，与你发生了故事。他们怎么样回应神，与神立约，遵守神的应许，结果他们的人生不一样，他们的人生被神所信望，他的人生被写在圣经里面，这是非常不同的。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，特别是读历代志的时候，谁生谁了半天，哇，这么多我都念了名字，念了都太难过了。最终读到最后一句话说，最后那个人生了我，哇，我觉得原来最后连到支派，最后连到我的身上。阿们吗？原来那个名字跟你不是没有关系的，最后还会升到你的身上。谁的儿子最后是谁的儿子，最后到你的身上，请说阿们。特别是历代志上啊，大卫的儿子是谁，谁的儿子是谁，谁的儿子，最后无论那个谁是谁，支派延续下来，最后把你的名字写上去，把你的名字写上去，因为那个应许是给你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上帝怎么与他们同在，上帝怎么与他们祝福，上帝怎么赐福给他，这个叫做同盟应许。你知道同盟应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怎么样对亚伯拉罕，怎么样对以撒，怎么样对雅各，神怎么样对摩西，怎么样对大卫，对所罗门，上帝怎么样对保罗，对彼得，对约翰，今天神同样也要对你，同样也要对我。如果你知道你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祝福，你就会被震撼到。所以以弗所书的3章6节说，这奥美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的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好持，同盟一起，同盟应许的。其实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，万国都要因你得福。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就是明证，请说阿们。以色列国家的祝福也会在你身上发生，以色列的家被兴旺也会在你的家发生。怎么样发生的事情，经历神的同在的事情，你也可以同样经历，因为因着耶稣，你在他身上同为好持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同盟保护，请说阿们。所以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所以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神的应许可以划破时空，无法更改。信耶稣是你得到一切神应许在以色列身上的应许。圣经上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的应许，今天都跟你跟我都有份，都跟你跟我在其中。今天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已经拥有了这些应许，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启动这个应许。他虽然拥有了，但他并没有去领受，他并没有去应用，并没有让这个应许成就落实在他的生命当中。这个应许不能把它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放着，你要让这个应许领受在你的身上。就像你已经拥有了一辆 BBI 的车，或者拥有一辆宝马，拥有一辆奔驰，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把这辆车开在路上。你已经拥有了这个应许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但不代表你把这个应许实现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你拥有了这辆很漂亮的房子，而且装修得非常漂亮，但不代表你住在里面。所以要让神的应许成就在你的身上，你要把它运用起来，让应许应验落实在你的人生当中。那么这一切的应许，这些产业才会跟你的生命有关系。一般来说，应许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，
有一些应许它有一些特殊的条件。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有许许多多的应许，许许多多的祝福。你要怎么样领受？就是你的天窗要常常是打开的，上帝可以群福祝福在你的身上。怎么样让你的天窗是常常是敞开的？让你的天窗再一次敞开，让神的祝福，让神的应许可以临到在你的生活当中。第一个就是谦卑的生命，请说谦卑的生命。利未记26章19节说：“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又要使负你的天如铁，在你们的地如铜。”神在这里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：“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。”神在这里说，一个骄傲的人，神要使他的天如同铁，他的未来是铁，他的未来的天是铁，天窗是关闭的，表示你在任何事情上，上帝都不会回应你，上帝都不会听你的祷告，因为上帝不会听骄傲人的祷告，因为天对你是关闭的。如果你因着势力而骄傲，因着势力而狂傲，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，神说他的耳朵不会听你，因为你的天是封闭的，天是封闭如铁的。神说一个骄傲的人，神要使他的地如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种什么东西都不会有收获，就是在你地上经营上任何事情，做任何投资，做任何工作，不会有收入，因为你骄傲。请说骄傲。原来骄傲人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地会如同你撒的种子多，你收的却少；你付上的时间多，你回报却很少；你付上的代价、投资的时间太多，因为你的地是被受诅的。地特别是讲到你今生所领受到的产业跟祝福，这一切的原因是说到一个骄傲人。神说一个骄傲人基本上他是封闭了神的祝福。请注意听，神说一个骄傲人基本上他是封闭了神的祝福，神的应许。从圣经来看，骄傲的罪甚至比淫乱的罪，比贪财的罪更严重。你知道骄傲的罪是最原始的罪，请说原始的罪。最早的犯的那个罪，无论是亚当，无论是堕落的那个天使，最早犯的罪都叫做骄傲。那个堕落的天使路西弗说：“我要连续5个，我要升到高天上，我要自己自称总统的。”结果他就堕落了，成为现在我们讲的撒旦，成为魔鬼。所以神为什么在圣经里讲到那个骄傲人，他的天会如同铁一样，他的地如同铜一样，没有任何收入，就是你太骄傲了。所以耶稣也在地上的时候，常常指责法利赛人，有一句话，也是每一句话的开场白，就是叫假冒为善。什么叫假冒为善？在这翻译叫自以为义，意思就是法利赛人非常骄傲，很多人不顺服的原因也是因为骄傲。然后呢，耶稣却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”就是那些贪财的，那些很想地上钱财多一点点的，甚至那些在地上生活没有节制的，甚至在淫乱当中的人，但是他们谦卑悔改之后，神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，因为他们懂得谦卑。因为税吏和娼妓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这样是不好的，可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自以为义的人，知道这样是不对的，我却装作是好的，自以为自己是不对的，自己不义的，我却假装是对的，我认为这样是对的，我的人生的看法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上帝对你来说，你的天就是铁，你的地就是铜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生活当中好像经历不到神，好像看不到神的同在，好像神在他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留下过任何的痕迹，因为他一切的事情都是凭着他自己来决定，他从来不去问问神的意思是什么，他也不听神怎么说，神的法则是什么，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是什么。有时候圣经明明这样说，圣经明明这样写，他却说
那不见得。我有我的看法，我有我的想法。我觉得这个时代不一样，很多东西要有弹性啊，不一定圣经说的都是一定是真实的，一定都要那么做的。比如说圣经说不可以说谎，我不可以说谎，我可以说善良的谎言呢，干嘛要这么死板呢？我有我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看法。如果你是这样的，你就不要怪神，为什么你的天窗常常是封闭的，你的地是铜的。神说谦卑的人才会打开天窗，才会让他的地为他效力。所以你要怀揣着一个谦卑的心，请说阿们。无论我们做任何事业，无论是在教会中，在社会中，在家庭里面，我们怀揣着要以谦卑的心来面对我们所有的生活。因为神说谦卑的人会让你的天窗打开，会使你的地丰盛。因为在诗篇第10篇第17节说，耶和华呀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。在原文早已知道，你看圣经原文的这早已听见，请说听见。耶和华听谁的声音？谦卑人的声音。所以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经听见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。所以你的天打开了，请说阿们。什么使天打开？谦卑。你的天不再是铁了。接着诗篇的37篇11节说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平安为乐。神说你的地也会不再是铜，也会开始撒种的时候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甚至在那一年的时候你收入100倍的丰收。因为谦卑，在神的面前谦卑，所以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。接着神会使天敞开，地效力，是源自你成为一个谦卑的人。神说不但如此，谦卑的人神会与他同居，神会与他同住，不只是同在，而是同住。同在在一下一会他会离开的，但是同住就表明我会跟你成为一起。夫妻在一起就要成为同住，就说同住。我跟你是同在关系，但是夫妻之间是同住关系。无论我们有这事情分开，但是晚上一定会住在一起，还会睡在一起，还会心连在一起，这个叫做同住。但是神跟人的同在是一时，但是同住却是永久。神会与什么样的人会同住？谦卑的人。以赛亚书57章15节说，因为那至高者永远长生，名为圣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谦卑人的心苏醒。神说他要与什么人同住？谦卑的人同住，不是同在，是同住。你走到哪里，他就跟你到哪里。他本来是住在哪里？至高至圣的所在。但是呢，一个谦卑的人也会住在哪里？至高至圣的所在。不但住在至高至圣，仇敌摸不着你的地方，而且你在哪里，他也在哪里。他是与你同在的关系。请说阿们。保持谦卑，所以上帝特别喜欢与谦卑的人同在。上帝要祝福那些卑微的、扶救的，要从非从中将他提拔起来。圣经有很多处要祝福谦卑的人，甚至箴言书15章3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箴言书22章4节说，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奖赏。去举起手说，富有尊荣生命心存谦卑。哈利路亚。当你今天心存谦卑的时候，神说你天上的窗户会打开，你天上财务的窗户会打开，就是医治的应许也会打开。所有的医许临到你前，这个人首先是谦卑的。
他谦卑在神的面前。如果神要医治你的时候，你说我不要，我去看医生，不要，我自己可以搞得定。神说我怎么医治你啊？我怎么行神迹啊？我没有办法在一个骄傲的人身上去做我要做的工作，我必须在那个人愿意扶救在我身上，向我降服，向我谦卑，他需要我的人身上，我才能做工作。如果你是一个骄傲的人，神没办法赐福给你，天窗财务的天窗没办法向你敞开，神要给你尊荣没办法给你，神要给你生命都是困难的。所以在地上的时候，每一天以谦卑束腰，以谦卑束腰，用谦卑的态度在过自己的地上的生活。心存谦卑，就会有富有、尊荣、丰盛的生命。如果你需要这些，你就要心存谦卑。好了，雅各书4章，包括彼得前书5章，都会讲到一件事：神阻挡骄傲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骄傲人，你知道神会阻挡你，你知道吗？神抵挡你。圣经说神会扶持谦卑的人。诗篇147篇说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谦卑，神就会支持你，神就会扶持你，神就会帮助你。我很渴望做一个神所帮助的人，我不要成为一个神所抵挡的人。因为箴言书的18章12节特别说到一句话：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；尊荣以前，必有谦卑。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；尊荣以前，必有谦卑。所以你渴望你的人生过得精彩，领受神的应许，财务的天窗是敞开的，再一次经历神的天窗向你打开。如果以前你的天是铁，你的地是铜，如果你想要破除这个咒诅，你就要向神来谦卑，向神来谦卑，打开你的心门。有人问，到底什么是谦卑？到底什么是骄傲？骄傲跟谦卑怎么定义？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人讲骄傲、骄傲、谦卑、谦卑，讲了很多，到底是怎么来定义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所有的焦点是自己还是神，其实就这样而已，其实就这么简单，就是你人生当中的所有决定，所有的焦点是你自己还是神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我一切所思所想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角度、自己的诠释、自己的立场，我认为对的价值，我认为对的事情，我认为从我的角度来诠释这个世界的焦点，那我就是一个骄傲的人。今天有很多人，他们诠释整个宇宙，甚至诠释整个世界，甚至诠释他人的人生，常常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来定义这个世界的。所以整个世界、整个宇宙都好像在围绕着他在转，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是有多渺小。甚至有人说，教会为什么要听牧师的？小组为什么一定要听组长的？那请问你们家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听我的好不好吗？你发现他的诠释从哪里？从自己的焦点。教会为什么要听？我们的小组为什么要听组长的？我们大家一起商量来不好吗？教会为什么要听牧师的？我们一起商量不好吗？那请问你的家，我们一起商量好不好？神在每个家都有设立的权柄，请说阿们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不能都是从自己的观点来诠释教会的生活，我们要从圣经当中，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，神所设立在教会中的次序。因为神在教会里选立的有这些职分，有这些属灵的次序，为了建立好基督的身体。如果我一切所思所为都是自己的看法，其实我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有多渺小，而是因为我太骄傲了。但是这里说，倘若我所有的专注的焦点是神，神的国度、神的真理、神的立场、神的福音，并且愿意为此放下自己的看法跟利益，那我就是一个谦卑人。你知道讲到这很不容易，操作起来更艰难。也许你只有60%的谦卑，你可能有40%是自己的看法。但是我今天还是鼓励每位家人，能不能让自己做100%的谦卑的人，让你的生命里里外外你降服在神的面前。
让上帝的眼光看待所有的事情，因为上帝看的事情比你看得准，因为上帝对你的人生的计划比你计划的更完美，上帝对你人生的诠释比你对自己的诠释更真实。我必须说，一个25岁以后的人已经很难被改变了，特别是他的观点很难去撼动他对人际关系的看法，对许多事物处理的看法，甚至他的人际价值的看法，他既有的角度，他既有的看法，这些都跟你成长的背景，跟你接受的教育，跟你所接受的资讯是非常有关系的。但是呢，我挑战你的地方是，如果这一切的看法，这一切的诠释，这一切的价值跟圣经冲突的时候，那你怎么选择？当你在社会上，在世界当中，在你朋友告诉你的价值跟圣经的价值冲突的时候，你该怎么样做决定？基督徒不可以分签同居，你的朋友告诉你没关系，我们先试分嘛，先谈恋爱嘛，住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嘛，合适了再结婚嘛，再去领证嘛。当这些观念跟你圣经所讲的观念不合的时候，你怎么选择？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诠释，这样的看法，这样的圣经的真理原则跟你所接触的不一样的时候，谦卑的定义就在这个地方显明了。你是用一个以世界、以自己的角色来看待诠释为中心，还是以上帝的圣经的角度、圣经的看法来诠释你的中心？但是如果我愿意学习，我愿意承认相信圣经说的都是真的，神的真理都是确实的，神的真理是我的中心，如果你愿意这样来了解，你就知道你怎样可以从一个骄傲的状态进入到一个谦卑的状态。神会帮助我们，你的天窗会让你打开的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，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被神调整，我们随时可以被神来纠正。谦卑会使神的天窗向我们敞开，让我们领受神的应许。神让我们学习谦卑最好的地方，教会。神让我们学习谦卑最好的学校，教会。因为你在这里学习的时候，总会有爱来包围你的。你不会这样在社会上学习不了就倒下了，倒下了就再也起不来了。但是在教会它有一个爱的包围，所以学习谦卑最好的地方在哪里？教会。所以一定要鼓励你过教会的生活，不要轻看教会的生活。也许这个世界的人会跟你说，哎呀，教会啊，那群人很 low 啊，他们的收入没有我高啊，他们的地位没有我高啊，他们的身份没有我高啊，他们的生活的品质没有我高啊，所以那班人太 low 了。也有人说呢，教会那群人太高了，哇，他们能说会道，思想觉悟很高，人生看得很透，要常常奉献给神，还要去聚会，还要为别人摆上，还要去爱别人。哇，这些人太大爱无私了，我做不到，所以我跟这些人没办法相处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觉得他们太 low 还是觉得他们太高，你都是很骄傲的人啊。因为你总是用自己的角度来诠释教会的生活，你敢不敢挑战自己，用圣经的角度来诠释教会的生活？不管你是总统，你要来过教会的生活；不管你是宦统，你也要来过教会的生活。干嘛一定要过教会的生活？教会是锻炼一个人谦卑非常好的地方。打开你的心，承认你的不了解跟你的不知道，然后跟一群人爱你的人，相辅相成的人一起学习，在教会里借着圣经的教导，把我们带到更成熟的地步。教会就是上帝锻炼你谦卑非常好的一个场所，一个地方。透过这样，你才能放下自己，你才能更谦卑来追求神。以至于在谦卑追求神的时候，你发现天窗是打开的。大卫他说，我在神的面前是石镐，我在神的面前是筛子。你发现在大卫的一生当中经历神多少的祝福。甚至保罗说，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。他们对自己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认定，在服事当中，你要到保罗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你讲这句话就很困难了。因为保罗写了多少罗马书都是他干的呀，他写了多少书卷啊，
告诉你们要因什么称义？因信称义，并不是因律法称义。我是因信而称义。他还教导别人，自己还讲，我只要向神悔改，我在神的面前就因信称义了。而且到哪里有神迹奇事不断，而且开了教会，哇，一次不到，两次不到，走得很远，教会见到很多。一个这么有地位的人，他在神面前说，我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。等你能讲这句话，我才佩服你。如果到我这个年龄讲这句话，有可能头割掉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太骄傲了嘛，没办法像他这样谦卑。他真的是太谦卑了。圣经讲到摩西被别人攻击的时候，甚至被他的哥哥跟他姐姐在民数记告诉我们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甚是众人。他的谦卑，当他不讲话的时候，你发现谁为他讲话？神为他讲话。当那些人来攻击他的时候，来搅扰他，甚至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来攻击他论断的时候，神叹气跟摩西说话吗？不也跟我说话吗？因为我是先知呀。这个哥哥也说，我是献祭的呀，整个大祭司是我大祭的，整个献祭我来赎罪的，我来管的呀。按理说他是姐姐，他是哥哥，大家都要听我们的才对呀。怎么神单跟摩西讲？结果刚讲这句话了，米利暗刚讲完这句话了，他就长了什么大麻风。你发现谁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大麻风才洁净的？摩西。摩西去为米利暗祷告，米利暗才得洁净的。你发现当他哥哥跟他姐姐包括这些人攻击他的时候，因着这件事情，就是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他们不服，他们不那个。所以呢，圣经说摩西什么话都不讲，为人极其谦和，甚是众人，就是很谦卑。所以要用谦卑素养面对生活一件事情。圣经讲一句话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主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阿们。所以有时候受到冤枉的时候也没关系，闭口不言。当有一天主会为你伸冤的，当主为你伸冤的时候，会把你从最低位抬起来的，会升到至高之处的所在的。如果你去伸冤的时候，你去解释了，有可能还解释不好，有可能会针尖对麦芒，越针对越糟糕，越针对有可能还会吵起来，事情会更糟糕。所以什么会让你在地上打开神的天窗再一次敞开？就是你的谦卑。请说谦卑。第二，悔改的心。请说悔改的心。悔改的心会使天窗向我们敞开。那么什么叫做悔改的心？怎么样才算是悔改？教会也常常在讲悔改。悔改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在马可福音1章16节，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耶稣也在说一件事，你们要悔改。约翰下了监之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请说悔改，信福音。再说一次，那悔改有2层意思，第一层意思叫做认罪，第二层意思叫做回转。第一层意思叫认罪，认罪就是悔改，停止了你错误的行为，是行为义的悔改。那第二层意思叫做回转，回转的原文叫做 metanoia 的意思就是心思意念180度的转弯，从背向神开始转向面对神，这叫悔改。以前我是背对着神的时候，我是跟神是背对，但是我要悔改，我转向神，我跟神面对面，从背向神转向面向神，这叫悔改。以前我的心思意念是想污秽的，想糟糕的事，想神不喜悦的，但是我要回转，想神所喜悦的事情，想神所正情正义的事情，想神所祝福的事情，该想的事情。所以呢，第一个认罪是行为义的悔改，就是你停止，你要省察你自己行为，不要在罪中，不要在错误中去打转，不要一直做神不喜悦的事情。因为认罪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悦，停止自己错误的行为，不要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。约翰一书1章9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认罪会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请说认罪。所以你要常常做一个动作，做什么？认罪。当你的心思里面出现糟糕，要跟神认罪；当你做了错的事情，要跟神认罪。认罪的目的，
认罪的目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，洗净你的不义，使你不要再犯这个罪了。你已经犯了一次了，不要再犯第二次了，不要再犯第三次了，不要再犯第四次了。当你犯了之后，你就要回到神的面前继续认罪，继续向神悔改，因为认罪会使我们洗净我们的不义。如果不认罪，我们还会在同样的罪里面打转。认罪，神会帮助我们胜过你现在不能胜过的这个罪。因为认罪的焦点，认罪的中心不只是为了罪，而是你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，信福音。认罪不只是我们为我们的过犯，不只是为了得赦免，不只是为了免去神的刑罚，免去神的审判，免去恐惧。认罪是要讨神的喜悦，不只是为了认罪而认罪。所以认罪有2个层次，第一个你要知道罪，第二个你要看到罪。知道罪就是话语会让人知道罪，让人知道罪是在哪里，脑袋、理性、知识。因为罗马书的3章20节，所有还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为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的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。所以话语可以让人知罪，可以让人清楚我犯罪了。但是呢，你知道罪之后呢，当你越看到这个罪，当你越讲你的罪的时候，你会越软弱，你越觉得不配来到神的面前。但这只是叫知道罪，但是这罪第2层的就是要看到罪。圣灵会让你看到你自己的罪是何等的污秽，何等的可恶，何等的羞耻，何等的伤主的心，同时还会让你看到神的恩典，看到神的那一边，要信福音。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，只要你愿意悔改，愿意认罪。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犹大，犹大把耶稣卖了，甚至犹大也知道自己做错了。犹大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。犹大知不知道自己有罪？知道。但是呢，他并没有看到福音，他并没有看到罪，看到神的另一面，他只看到我有罪了，我有罪了，我有罪。结果之后他出去上吊就死了，死了之后摔下来的时候滑到石头，肠子都流出来。可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认罪的还有另一个层面，不单只是看见知道你的罪，还要看到神恩典的那一边。所以要悔改，信福音，要知罪，知道罪。你知道浪子，他拿了父亲所有的钱财，跟父亲分了财产，然后就到地方浪费他的资产，把他的钱财所有都用完了。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在那个地方遇到饥荒的时候，饿肚子的时候，他想了一件事情，他说我看见自己的罪，说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他在心里说，天父爸，他说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他又看到我父亲家有多少雇工，口粮有余。你发现他有没有知道自己的罪？他知道了。他说我得罪了谁？也得罪谁？得罪了你。但是他同样看到父亲有恩典的那边，就是我父亲家有多少的雇工，有多少的口粮，我难道要在这个地方饿死吗？所以在认罪的过程当中，你不要一直在你的罪上，你的焦点不一定在你的焦点是在耶稣身上，你要悔改到耶稣的身上。请说阿们。今天你知道基督徒和世人截然不同的一件事情，基督和世人在世上有一个绝对不同，你有可能你所经历的环境，经历的遭遇，经历的生活，经历工作的挑战，家庭的挑战，有可能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一样是绝对不同的，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经历，不单是看自己和自己的能力，而是要看神和神的能力，要看到神恩典的那一边。你不只是看你自己，你还是要看神来过你的生活。如果你只看自己，你很绝望，你看自己失望，看别人绝望，看耶稣有盼望。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不只能看自己，也不只要看别人，你要去看神。你的生活的能力还有神在其中。所以约翰一书的1章9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神是信实的，请说信实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神说话算话，神说他要赦免你，他一定会赦免你。第二个，神是公义的。神是什么是公义的？就是对于罪的这个问题，上帝已经处罚过了，透过耶稣，一罪不
爱神，就是同样的一个罪不能在2个人身上审2次，因为有人已经担当这个罪了，所以这个罪就已经结束了。这是一个罪不再刑罚2次的事情，包括律法说同罪不爱神，如果他再爱神罪，就表明神不是公义的了，因为这个罪我已经审过一次了，换一个人再审一次，因为已经受过审判了。那个人受审判叫做耶稣，他已经担当了你的罪，耶稣已经替你受过刑罚了，所以你不需要再受到这个罪的代价跟刑罚。如果神是公义的，你就不会2次审判你的罪；如果神是信实的，他就会照他所说的去做，他是公义的，因为一罪不爱神，所以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关键是我们是否承认自己的罪。那我的问题是，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，很抱歉，如果你不认自己的罪，因着神的信实，因着神的公义，他没有办法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的不义。今天我们的心中如果有一个念头，如果这个念头还是蛮邪恶的念头，不过你在这个念头里想了很久，浸泡了很久，你觉得也蛮爽的。如果当你在这个念头待久的时候，你就会在罪中越陷越深，越不能自拔。所以诗篇66篇的18节说，我若心中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做认罪的祷告。我们常常每个月我们会领受一次圣餐，甚至在小组当中，在领袖夜当中，今天我们有没有会省察？今天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的地方，得罪人的地方，我们求神来赦免。没有人可以带着心中的罪孽祷告，因为每一件邪恶的事情都会违背神的道，都会违背神的原则。神不会垂听，神也不会回应，神也不会关注，神不会垂听不义的祷告，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带着心中的罪孽祷告。好了，现在你知道吗？是夏天了，夏天你知道要做一件什么事？你每天都要洗澡，因为每天都会出很多的汗。你每一天洗一次澡的时候，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身上很凉爽，很清洁，很舒适，而且有淡淡的清香。如果你3天不洗澡，哇，当人走你过去的时候，如果是男生，他一定会说臭男人。你身上都馊了，都臭了，都有味道了，而且你穿在身上的时候，你也不会觉得舒服。你就发现，如果你3天不认罪，跟你3天不洗澡是同样概念。如果你常常在神的面前去悔改，常常去认罪的时候，你每天会觉得神清气爽，你会觉得身体很轻松，每天就活在神的义当中。当你跟神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，你会越远离罪，你越想与神亲近。当你越在污秽当中越有很多异味的时候，越不洗味道越大，越不洗身上味道越大。所以呢，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常常洗澡。夏天的时候尽量最少要1天1洗啊，对吧？有人条件就是如果流汗流得多，有的时候会洗2次呢。对，不要养成这个3天1洗，1个礼拜1洗啊，这样牧师会受不了的。鼓励大家要常常洗澡，同样要去洗属灵的澡，洗属灵澡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来悔改，向神来认罪，向神来悔改，向神。所以悔改保持一个天上的窗户敞开，让神的祝福和神的能力可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以至于你可以靠着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让我们的心中不再注重罪孽，不要安排享受那犯罪的生活的方式，你要极尽你的所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亲爱的各位家人，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在圣经里面发出的预言，越到末后的日子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圣洁的会越发圣洁，污秽的会越发污秽。这是圣经所讲的，圣洁的会越发的圣洁，污秽的是越发的污秽。这是主耶稣来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来的日子。所以但是我们相信圣洁的族群，圣洁的人群会超过污秽的族群的。让我们靠着主得着这一个，我们一起来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要悔改。悔改的第2层意思叫做回转。
回转的原文的意思叫做180度的转弯，从你背向神开始转向神，开始与神面对面。这个在之前的信息我们有分享过很多次。当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祝福，我们才能从神那里领受恩典。如果神说我要祝福给你一件东西的时候，请问你是要面对他来领受，还是要背对他来领受？只有你面对他的时候，你才会领受他的祝福。你说神啊，请你告诉我前面该怎么走。你要面对他，他会把声音给你；你会面对他，他会再把这个礼物给你，把这个医治给你，把这个财物给你。只有说你转向神的时候，与神面与面的时候，你才能领受神给你的祝福。如果说你不悔改，你在那里说神啊帮助我，你总是背对着神要给你祝福，你也看不见，什么时候给你你也接不到，你也抓不住那个机会，抓不住那个祝福。所以要转向。悔改的第二意思就是转向神，要保持常常与神是面对面的，是对焦的。当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他跟神面对面，神就非常愿意祝福他，爱他，赐荣耀给他，赐权柄给他，赐恩典给他，让他管理万物。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背叛神的时候，亚当就失去了这一件事情，他没有办法再通关神给他这些东西。当神从新约里面重新跟挪亚立约的时候，人重新回到神所应许的那个爱，那个赐福，那个荣耀里面。所以悔改不只是停止错误的行为，或者不只是为了我们的行为悔改，也不是为了审判，为了刑罚。悔改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转向神，要过在耶稣基督的生活里面，要与神同在，从背对神到面对神。如果我们悔改只是停止错误的行为，你知道在那天天在监牢里面的，在监狱待着的，咱们天天在那里悔改，他每天也都在喊口号说认真劳动，积极改道，好好悔改，重新做人。你发现他们出来了，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人吗？不见得。实际上他们已经停止了犯罪的行为，但那个叫做悔改只是行为上的悔改，律法要求的悔改。甚至我们为了我错误的行为我暂停了，但是如果心里面那个东西没有转变，他回来的时候还会重操旧业，这个小偷变大偷，大偷变强盗，这个是会更严重的。所以悔改的另一层意思，一个是在行为上，第二层是从里面开始向神转变。箴言书1章23节，你当因我的责备而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，将我的话指示你。一个回转的人，一个常常与神面对面的人，你会常常领受到神对你说话，你会听到神的声音，你也会领受到神给你的浇灌。你每一天会活在喜乐当中，有能力当中。如果你哪一天觉得好软弱，觉得喜乐不在了，亲爱的各位家人，要在那个时候及时回转，回到神的里面。有可能你走得太快了，你的脚步走在耶稣的前面。当你感觉到有不喜乐、不平安或者没有力量的时候，神的灵已经被你忘记了。如果你觉得你前面没有方向的时候，不知该怎么决定的时候，有可能神的话没有向你显现，你需要停下来。怎么样可以让你领受神的话跟神的灵？就是你要回转、悔改、悔改、回转。原文的悔改就是回转，回转的原文就叫做悔改。第三个，如何使你的天窗再一次打开，财务的天窗再一次打开，就是同心祷告的生活。请说同心祷告的生活。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我要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注意，这里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也释放。无论在哪里有2、3人奉我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记住，这记着不是一个人的祷告，而是一个团体、一个家庭，甚至是指一个夫妻的祷告。如果你的家庭财务要想兴盛起来，夫妻要在一起，夫妻要同心，要同有一个祷告。你们夫妻在一起同心的时候，你的天窗才会再一次被打开。
你们同心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捆绑；你们同心合一释放的时候，神就释放。你凭着是集体祷告的力量，这个是有权柄的。一个人祷告有权柄，阿们吗？两个人祷告更有权柄，阿们吗？夫妻同心祷告更有权柄，阿们吗？那个叫一体的祷告。当教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权柄。你发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们集体祷告，他们集体在一起祷告，圣灵降临下来的。所以你看耶稣被抓的时候，门徒聚在一块，他们在什么？在一起祷告。不是彼得在祷告，在这里约翰在那里祷告，他在这里祷告，他在那里祷告，他们是在集体祷告。集体祷告的权柄更大，能力更强，天窗会敞开了。这个原则也特别是指夫妻俩。如果夫妻愿意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你所有的事情神都会为你成就美好的事情。特别是你们财务上，如果财务上夫妻常常在一起祷告，为财务去祷告，你们的财务一定会兴盛的，你的天窗一定会打开的。因为夫妻同心，其利就断金。阿们。因为爱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？那你们夫妻俩一定要同心。如果夫妻不同心，在神的面前，你的财务不会有丰盛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是存钱的，有一个人是花钱的；如果有一个人是管钱的、省钱的，有一个人是随意用钱的；有一个人是建造财务的，有一个人是拆毁财务的。所以有一个人是存的，有人是掏的，你口袋里永远装不满啊！所以财务的复兴、财务的天窗打开，是夫妻同心的祷告，夫妻同心的在基督里面，所以这很重要。你知道以前我讲了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你财务兴盛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你夫妻爱人一定要属基督，就是你们财务要属基督。我们说属于基督徒的财务会被祝福，答案不一定。属于基督徒的财物会被祝福，答案不一定。但是属基督的财物会被祝福，答案是确定的。阿们。同样，属于基督的婚姻是被祝福的，答案是确定的。属于基督徒的婚姻是被祝福的，答案不一定。答案是不一定的，除非这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属基督，都愿意向神那里去，你的财务、你的家庭才会越来越幸福，家庭才会美满。但是我们的婚姻，如果您只是基督徒的婚姻，不代表你的婚姻是被祝福的，不代表你的婚姻是幸福的，除非你两个人做一个决定，把神放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才会有一个健康蒙福的一个婚姻。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所以邀请你去思考，在你的财务上要将天窗打开，同心合意祷告，不要一个人，同心合意祷告。如果有条件，一家人祷告；如果没有条件，最少夫妻祷告，或者一个家庭祷告。当你这样祷告，你的家庭的天窗就会敞开啊！你知道，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，他们的人生当中最大的投资，财务上最大的投资，就是嫁给或者娶一个在财务上健康的人，有一个好的财务状况，一个知足的人，这会影响你的下半辈子。如果你要选择配偶的时候，当然牧师鼓励你，第一个信仰很重要，第二个就是看他财务的使用，在财务上他是否是一个健康的人。如果他在财务上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，完了，因为你结完婚之后，你下半辈子有可能都是穷当叮当响的过日子，你不会过得很开心的，你口袋里也不会住的。要么你老公天天去外面吃啊喝啊玩啊，钱就浪费掉了；要么你每天就是这去旅游那去旅游都用掉了，你从来家里都不够的。你家里不会存钱的，因为你家里面没有选择好在财务上这个人是健康的。所以一个姐妹，我们中间单身的男女弟兄们姐妹们，牧师鼓励你们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找信的，信与不信原不相配。第二个，一定要找一个在财务上是健康的，是健康会管理好自己财务的，不是乱花钱的。如果乱花钱的，牧师建议不要嫁他，也不要娶他，不然你后半辈子牧师天天后面跟着你啊，每天问话鼓励你啊，哎呀没关系的呀，好不要吵架呀，好过日子呀，哇我多辛苦啊，是不是？要找一个在财务上健康的人。如果你大概25岁，你刚出入到社会，你要怎么样规划你的人生？找一个好太太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，所以你人生最大的投资不是投资哪一个事业，而是找到一个好太太，一个好先生。
只要夫妻两个人同心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一定会领受财务上的兴盛的。没有结婚的注意听，找一个好太太才是你要决定的，不是要去找一份好工作，不是找一份好的事业，先找一份好太太，一个好老公，因为这个会决定你下半辈子的生活。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找，事业没有了可以再做，只要我努力，只要我愿意，只要我愿意装备自己，有这种知识，我一定可以做好的。但是你的家庭，你的另一半如果不好，那个是影响你的灵里的深处的，就算你怎么努力都很困难。所以鼓励大家，夫妻彼此同心祷告的生活，特别在财务上彼此同心祷告，会使你在财务上被开启，被开启，这个很关键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因为你要对你的未来充满有信心。请说阿们。最后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从座位站立起来。耶稣离开那里的时候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随他。然后耶稣来到他自己家乡的时候，圣经说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他们也诧异他们不信，就往周围乡村去叫声人去了。所以耶稣传道的过程当中，有一次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。他在耶路撒冷以外，甚至在外面的时候，他的名声已经大振了，甚至他已经很有名了，他已经成为名目了，成为很有名的传道人了。他行过很多神迹奇事，所以总有一大群围绕着他，他的门徒也跟随他。但他有一天他来到自己的家乡，他发现了一件事情让他非常的惊讶的事情，这个地方的人不相信他，他老家的人不相信他，不相信他是弥赛亚，不相信他是先知，不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，他不信他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他。圣经说耶稣不得在那里行什么异能，他们不相信耶稣。你知道这个村庄里他们充满了不幸的时候，结果就是天窗被关闭。圣经说耶稣在那里不得这两个字，有时候我常常在想，什么叫做不得？表示耶稣不是不想，耶稣想要在那个地方行神迹，耶稣想要赐福你的财物，耶稣想要恩待你，耶稣想要医治你。但是在那个环境中，因着你的不信，他不能行这个神迹。因着你的不信，他不能行这个神迹。神渴望你的天窗在他的面前是打开的，神是愿意赐福你的。但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地上不相信，天窗没办法打开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愿不愿意开口在神的面前来祷告，说神啊，在这个时候回到你的面前，回到你面前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各位家人，今天我鼓励你，怎么样让你的天窗是打开的，怎么样让你的天窗再一次打开，让神的应许成就在你的身上。信心是关键，那信心是你启动神迹，启动神的应许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你有信心，神就会大大施行他的作为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信心如果这么重要，那么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得到信心？其实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了信心，只是你需要更多的信心而已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信心，但是你要启动这个车子，你需要再有信心，需要信心再添加，再添加。这个信心是来自于神的话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当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，宣告神的话，那我们口中常常就会拥有神的话，神的话就会来启动我们的信心，启动我们的信心去打开天窗，神的应许就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当你里面有怀疑，或者看见环境很难受很恐惧的时候，你要奉耶稣的名斥责那个怀疑，斥责那个不幸从你生命中离开。所以你要宣告神的话，宣告那在我里面的比那世界上更大，宣告我是作首不作尾，我是居上不居下，宣告我是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宣告一切的伤害我的武器都会失去能力，神会保住我，神会帮助我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众爱一同势力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愿你再一次向我们敞开天窗，
除去我们的骄傲，让我们以谦卑束腰来跟随你。不但如此，让我们心存谦卑。因此，你将富足、尊荣、能力、生命赏赐给我们，因为你与谦卑人同在。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来学习谦卑。祝福今天的每一个家人，也帮助我们用悔改的心来面对你，常常回到你面前，向你来认罪，向你来省察，使我们在每一次悔改，不单只是看到我行为上有哪一些不讨神你的喜悦，更是让我可以转向你，从背对你到面对你。愿神你亲自帮助我的生命活出爱你的样式来。天父把我们更渴望让我们用信心来面对你所给我们的应许，让我们可以活出从你来的样式，让你的话语不断地充满我，领受你从天上给我的财物的丰盛。让我们的家庭，特别是夫妻，能常常在一起祷告，为了财务一起来祷告，为了财务我们同心合意，为了家庭的事业我们全家同心合意，使全家都一起来蒙你的祝福。你告诉我们，你渴望我们的家庭是一家人都在你面前蒙受恩典的。带领每个家庭，当我们听完这个道，如果我们天窗我们的天是铁的，地是铜的，今天奉耶稣的名要除去这个咒诅。我们的天是敞开的，上面有神使者上去下来，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充满我们。我们的地开始要为我们效力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我们要收入100倍的收成。祝福我们每一家人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希望我们今天的讲道对你有很大的帮助，但不要只停留在这里，可以把我们每一次的链接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人。每个礼拜天，我们都邀请你加入我们利未之家，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，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。你也可以联系我们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更多的信息分享给你。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。